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命理学在五官中将嘴列为出纳官，位居水星。嘴是心的门户，言语之门。俗话说，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。嘴与人生的命运有极密切的关系。字不代言，我们应从嘴的形、色、泽和纹理去了解它所代表的个性、遗传、健康、运势，从而推断一个人的荣辱得失。今天大佬来带大家了解一下不同嘴相的人命运如何。一、皱纹口。皱纹口的特色是上下唇的尺寸不合，唇上面的皱纹很多，特别是上唇部分，看起来整个皱皱的，这显示年纪还没到，就提早血气衰弱，因此中年之际运势便开始走下坡，晚年更是孤独。皱纹口的长相就算在笑，看起来却像哭丧着脸，而且谋事难成，老年孤单无助。皱纹口的女性婚姻历程多属不幸，生活历经艰辛，即便得子女孝养，精神上仍难以放下过往的伤痛，郁郁寡欢者居多，活在当下才是解脱法。二、吹火口。吹火口的特色在于嘴巴小小的，两片嘴唇不收，看起来好像在吹火的样子。吹火口的人想避免穷困潦倒，最好学习一技之长，至少可以有口饭吃。吹火口对女性的危害比男性更大。这类女性是祸从口出的代表人，性格上喜欢说大话，和人一较长短，喜欢东家长西家短的，讲些不经大脑的缺德话，不知不觉得罪很多人，弄到众叛亲离，需要关照自身行为的疏失与转念开始，并在转念后以行动形成好的良性循环，来避免掉入事业与家庭运走下坡的泥潭。三、马口。马嘴的人即便没有在饮食，嘴巴却不时呈现出蠢蠢欲动的咀嚼状态，常有口水从嘴角不小心流下来，看起来就像恶马在吃草。大家可做个想象，他们常有腮帮子长与嘴角下垂特色。仔细看，唇上没有磨皱纹。马嘴的人，纵然他们的人生也有一时得意的时候，但总是很快就打回原形，灿烂只有昙花一现，晚景生活境况不佳。这种口相的人，心态上要知足常乐，也需工作和学习的勤奋配合，在心态和行为上双管齐下，扭转老年生活窘境。四、鼠口。鼠口的人嘴巴尖尖的，唇很薄，无腮，最明显的特色就是吃东西的时候东尝一口西尝一口，不时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，就像老鼠在偷吃，那鬼鬼祟祟的样子。鼠口是典型的小人相，有着十足的小人个性，工于心计，也善于拍马屁，喜欢挑拨离间又忘恩负义。你有利于他时奉为上宾，你无利于他时过河拆桥。朋友有鼠口，不易深交。鼠口者本运，由于积怨太多，常有命运多舛的机运，需从基本的心性着手，改头换面，以累积善缘善报，重新改造命运。五、四方嘴。所谓的四方嘴，就是指嘴巴形状方方正正，如同一个四字。这种嘴型的人，平常说话或者是笑，都不容易把牙齿外露出来，给人的感觉就是比较中规中矩的模样，踏实稳重。一般有这种面相的人，行事低调，能力强劲，不喜欢四处招摇，即使有所成就，也从不炫耀。他们一生的财运很好，事业做得很大，而且身边不缺贵人。拥有这种面相的男人，大多数能够出人头地，在事业方面是叱咤风云的人物。倘若女人有这种嘴型，不但不太好看，而且性格有些男性化，缺乏女子本身的柔和。即便事业做得再好，但是在感情方面却不如人意，很难拥有幸福和婚姻生活。六、嘴巴大。古代人常说，男儿嘴大吃四方，女儿嘴大吃断粮。大概意思就是，男子嘴巴越大，
说明将来越会发达，是属于走四方闯天下的人物。相反，如果女孩嘴巴较大，不但不太好看，而且还会把家里吃穷。现在的男人和女人一样，都在辛苦打拼赚钱，不再有男尊女卑之说。其实嘴巴较大的人比较性感，在感情方面也很顺利，能够拥有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。他们本身就很聪明能干，在工作或者事业方面也相当卖力，再加上身边还有贵人相助，所以这样面相的人大多数在职场中都是精英或者是领导人物，不可小觑。7. 嘴巴歪斜。相术上说，嘴巴歪斜指的是上下嘴唇不对称，要不是上嘴唇歪，要不就是下嘴唇歪。相书上说，歪嘴之人言辞不实，意思也就是说，嘴巴长相歪斜的人说的话不太靠谱，没有几句话是真的，不可信。而且这种人喜欢说谎话和废话，什么有的没有的都会乱说一通，造谣生事，大多数也就是这种人干的。他们总是抱有负面情绪，对很多东西都不太满意，处处抱怨，甚至有些愤世嫉俗。这种面相的人常常不会承认自己有此缺点，并且想方设法去掩盖。不过这种人最多也就是嘴巴坏点，没有太多的坏心眼，不会针对别人，或者故意去加害别人。如果他们可以改掉乱说话的毛病，其实还是值得教的。8. 隆口。面相学中所说的隆口，指的是嘴唇宽大厚实，颜色红润有光泽，看起来干净整洁，并且有些方正，没有恶痣和疤痕。这种面相的人大多数都事业有成，不是达官显贵，也是富甲一方。其实这种口型只是有利于男性，女人如果有这种口型，不但不好看，而且对自己的命运也没有起到什么好的作用。拥有这种面相的男人很有事业心，不管从事哪个领域，他们都可以做得风生水起，拥有一定的动产和不动产，日子过得很是富裕。不过这种人性格过于耿直，不太圆滑，在感情方面容易受挫。如果他们自己不改善自己的性格，提高自己的交际技巧，恐怕会因此而吃亏。9. 樱桃小嘴。从面相学的角度来说，樱桃小嘴的女子财运较好，事业运也不错，大多数都可以经营属于自己的一份事业，而且做得还不错。这种面相的女人婚后也是好老婆一枚，相夫教子的同时还能兼顾好自己的事业，在生活中从来不会依靠别人，也不甘愿在家做家庭主妇。可是如果男人长有樱桃小嘴，没有太大的发展空间，不能施展自己的才华，一生碌碌无为，甚至日子过得紧巴。但是这种面相的女人，只要有自己创业，就能够获得相应的回报。不过她们天生性格较为保守固执，喜欢独揽大权，眼里容不得别人，不喜欢被人支配或管束。10. 嘴唇很薄。嘴唇过薄的人薄情寡义，缺乏人情味儿，而且性爱冷淡，对男女之事不太在意，甚至有的人感觉独身过也挺好。上下两片嘴唇都比较薄的人，应变能力很强，反应敏捷，通常在职场上不易吃亏。但这种人说话比较尖酸刻薄，不留任何余地，常常为了一点小事就开始指责别人，说话极为难听。嘴唇过于薄的人比较贪婪，对于钱财过于看重，有的时候甚至为了得到更好的而不择手段。在他们眼里，可能钱比什么都重要，只要是有利可图的事情，再大的风险也敢去冒。所以在我们平常生活中遇到这种人，最好还是躲着点好。11. 嘴两边下垂。如果一个人的嘴巴两边升的往下垂，如腹船，两个嘴角自然下垂，上下嘴唇薄如一线，就算不动脸皮，上唇也是向上翘起，下唇绷得很紧，而且轮廓不太鲜明，这在古相书上称之为腹船口之相。这种人什么事都往坏的一面去想，是个悲观主义者，即使努力过人，也可能会一生贫困穷苦，更不适合做生意。且有这种嘴巴形状的人，
思想上比较消极，多数十分专制，喜欢控制他人，做事缺乏激情，总是被动地接受任务，循规蹈矩，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思想。他们的谨慎态度会让他们错过许多机会，但是也使他们在人生道路上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波折。有这样特征嘴巴的人，运势有2种相反的情况：一是性善，命运曲折；另一种是性恶，命运虽然坎坷，或能飞黄腾达，亦可能会堕入谷底。12. 嘴边有纹。如果一个人的嘴两边生有直纹，表示此人晚年亦多不顺，易破家败业，且生性强硬，报复心重。有此面相特征的人，很容易因一时冲动而犯下大错，做事需要小心谨慎，多多注意。如果一个人的嘴角两边生有井字纹，代表此人早年会比较劳苦，但中年会得贵人之助而发达，可得荣华富贵。晚年虽然福寿俱全，但会有刑克，且人际关系不理想。最后，大佬还是想提醒大家，尽管嘴、唇透露出你的秘密，但是人的命运、人的运势，还应该整体去判断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很多男人在求偶的时候，满嘴甜言蜜语，使尽浑身解数，只求一亲芳泽。但是在关系确定之后，往往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一切时，就开始变卦了。花心者暴露了花心的本质，好色者难掩好色的性情，一切原形毕露，让诸多受伤的女人痛呼天下男儿皆薄幸。其实女人们大可不必如此极端，要知道好男人依然大有人在，只不过所托非人罢了。下面大佬就举例一些绝世好男人的面相、手相，以此提醒大家，看看哪些人值得你托付终身吧。1. 绝世好男人面相：浓眉，皮肤白皙，人中宽且深。浓眉的特征是眉毛长得清秀，弯曲有形，稀疏有度。浓眉，皮肤白皙，人中宽且深的男人，情绪比较稳定，做事不会冲动，有责任心且甘愿付出。他们出生一般比较好，父辈的经济条件会比较殷实，受教育程度也会比较高。他们在事业中能力不错，但不会看不起能力比自己弱的同事，在关键时刻会选择帮助对方，人缘颇佳。婚后他们大多会比较关心家人，不会对待另一半过于挑剔，是不可多得的好丈夫。新月眉，眼神柔和，鼻梁高挺有肉。新月眉指的是眉毛长得像初出的月牙一样清秀漂亮，如果眉尾再拂过天苍的话，则是吉上加吉。新月眉，眼神柔和，鼻梁高挺有肉的男人，为人踏实，做事有规划，不习惯背后道人是非，并且重情义，只要他人帮过他们，他们会懂得感恩，以后只要对方需要帮助，他们会赴汤蹈火。他们的桃花运旺，但从不滥交，婚后大多会中规中矩，以家庭为主，不会出现勾三搭四，且愿意为家庭付出。螺旋眉，夫妻宫饱满，嘴唇厚。螺旋眉指的是眉毛长得像螺旋一样，这种眉形非常少见，有这种眉形的男人一般比较有威严。螺形眉，夫妻宫饱满，嘴唇厚的男人为人笃定，做事也沉稳，并且不会随便将自己的秘密透露给其他人知道。他们在职场中雷厉风行，做事不拖沓，公正且善于替人伸张正义，不会与他人同流合污。在家庭中，他们不会计较自己付出的多少，且甘愿为家人受难受累，毫无怨言。天庭饱满无疤，清秀眉，国字脸。清秀眉是指眉毛长得清晰秀长，盖过眼睛进入鬓角，而且弯曲有度。天庭饱满无疤，清秀眉，国字脸的男人为人聪明，求学运佳，
并且有官运，贵人也多。事业方面大多在30岁前就能取得一定的突破，他们属于事业成功但不会忘恩负义的，且大多会协助身边的人一起取得事业突破，十分善良。在感情方面，他们宁愿让别人辜负自己，也不辜负别人，口碑颇好。龟眼，鼻准有肉，嘴角上扬。龟眼的特征是眼睛长得有些圆，但不大，很有精神灵气，并藏着一种秀气。眼皮上下有多条细细的波纹。龟眼，鼻准有肉，嘴角上扬的男人为人比较乐观，做事判断能力也强，并且善于与人交流，人缘颇佳。在职场中不会斤斤计较，且不会算计他人，不会吝啬分享自己的成功方法。感情方面，他们更是专一，并且懂得体贴关心另一半，即便对方有错，自己也会选择先低头。石峰眼，有卧蚕，脸颊饱满有肉，且无疤。石峰眼指的是眼睛长得秀气漂亮，看人时眼中含笑，落落大方，显示出一种华贵的气质，且看人从不会斜视看人。石峰眼有卧蚕，脸颊饱满有肉且无疤的男人，有与生俱来的福气，他们出生条件不会弱，且有长辈缘，求学运与事业运会比较顺。他们脾气温和，对待他人彬彬有礼，并且喜欢以德报怨，对待家人从不会乱发脾气，一切喜欢用道理来解决，更不会逼迫家人做不喜欢的事情。凤眼，凸耳。凤眼的特征是眼睛的眼线很长，明亮有神，清爽秀气，眼波流转，自然中透着贵气。凸耳指的是耳朵肥大，坚硬厚实，色红润。凤眼凸耳的男人为人聪明有智慧，早年就能够功成名就，他们的财运是十分旺的，大多能在45岁前实现财务自由。他们待人慷慨不吝啬，乐于做善事不求回报，对待妻子和儿子更是疼爱有加，只要对方想要的，他们都会尽可能地满足他们。睡凤眼，水耳。睡凤眼指的是眼睛长得黑白分明，富有神采，眼角平齐，眼线细长秀美，眼波荡漾，眼神带笑，眼神似动非动，充满光彩。水耳指的是耳朵贴着脑袋，厚并且有垂珠，上部高过眉，坚挺高耸。睡凤眼水耳的男人为人有与生俱来的领导能力，做事干练有条理，但是从不会利用自己的某些特权去压榨他人，并且懂得尊重他人。对待家人，他们耐心且愿意付出，是典型的孝子、好老公和好父亲。贴脑耳，双颧高耸且明亮，下嘴唇厚。贴脑耳指的是耳朵紧贴着脑袋长，轮廓坚硬，眉毛压眼。贴脑耳，双颧高耸且明亮，下嘴唇厚的男人为人耿直，言语不多，却是有号召力。在事业方面能够得到他人服从，忠诚的他们从不会因为某些诱惑利益而出卖公司，是不可多得的好员工。在感情方面，他们不会花言巧语，但却会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自己的真心。婚后遇到诱惑会不为所动。蒜头鼻，仰月口。蒜头鼻指的是鼻子山根，年上和瘦上部位都长得很平很小，兰台、眼尾和鼻头丰满。仰月口是指口像上弦月一样向上弯曲，嘴唇红润，像抹了唇红一样。此面相的男人内心细腻，做事也顾及他人的感受，在利益面前不会出卖朋友或是亲人。在事业方面，他们宁可自己吃亏，也不会让他人替自己承担不必要的责任。对待家人方面，
他们不会吝啬金钱和感情的付出，并且不在乎外界的流言蜚语，会无条件选择信任家人。2. 绝世好男人手相，天文的末端延伸到食指和中指之间，这种人通情达理，温柔纯情，盼望着一段美好的爱情，对待感情慎重小心，严肃认真，遇到不喜欢的对象懂得拒绝，不会做出轻浮举动。2. 天文末端和末端支纹下垂，天文到达食指下方，末端下垂，并且末端另起支纹，同样呈下垂状态的人，性格温和有礼，善解人意，与人交往能真诚相待，让人如沐春风。若女性有此纹，亦有性情柔和，心地善良的说法。天文一直朝前延伸到食指根部，天文一直朝前延伸到食指根部。有这种手纹的男人十分注重家庭生活，疼爱妻子，照顾子女，像老黄牛一样为老婆孩子服务，一切都会为爱人及子女着想，属于心甘情愿为家庭付出的人，并且有这种手纹的女人一般都是贤妻良母。2条玉柱纹分别向中指根部和巽宫延伸，有2条几乎在同一位置开始的玉柱纹，一条朝中指根部延伸，另一条朝巽宫延伸。这种人机遇很好，工作也努力，不论干什么事都能成功，几乎称得上是一帆风顺，在一起生活会很美满。六绣纹从手腕上方朝无名指根部延伸，六绣纹从手腕上方开始，清楚明显，朝无名指根部延伸。有这种手纹的人性格开朗，心胸开阔，爽快大方，能友好地与人相处，有许多朋友，往往能得到他人的信赖和异性的青睐。人纹地纹同源而出，起端重叠2厘米。人纹和地纹同源而出，并且起端重叠2厘米，纹路深细秀气，长度到达小指下方。这种人头脑聪明有远见，工作踏实，事业有成，性格方面温柔体贴，彬彬有礼，做事周到，让人无可挑剔。手掌中有2条交错的月晕纹，手掌中有2条交错的月晕纹的人，为人热情大方，颇有人缘，对人关怀有加，待人体贴亲切，最富有绅士风度，是好好先生。这样的人在爱情婚姻方面平顺和谐，并且会给全家人带来好福气。天纹末端在食指下分叉，上肢达到巽宫部位，下肢弯向人纹与地纹交汇点。这种手纹的人很重感情，认准一个人就做好一辈子的打算，肯为爱情做牺牲，忠诚度不用说了，满分了。手掌见3旗纹，冲天纹起于前弓斜上中指之下，地纹再起复笔到达食指之下，小指之下又见六绣纹，手相学称之为3旗纹。这种人智慧超群，能文能武，富贵双全，无论是为官为商都有大成就，富贵双全，是旺家的贵夫。天纹与人纹的间距宽，天纹与人纹之间的间距越宽越好，代表这个人智慧超群，身心两健，能在感情与理智之间保持平衡，心胸宽广，眼界高远，不仅懂得谦让另一半，而且一生事业有成。总的来说，通过观察一个男人的手面相特征，就可大体知道这个男性是否适合托付终身，在选择伴侣时做到有的放矢，不费太多的周折就能找到一个好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鼻子在面相中称为身变官，也是极恶宫和财帛宫所在位置，主要掌管人的财运、健康及中年时期的运势。鼻子生的好坏对人的影响非常大，可以说决定人一生运势的成与败。
那么从面相角度分析，鼻子是如何影响人生运势的？什么样的鼻子天生好命，什么样的鼻子命苦呢？接下来大佬给大家具体分析一下。一、鼻子如何影响人生运势？有个建议，大家可以结合鼻子的不同部位来看。一般情况下，可以透过山根、鼻梁、鼻准、鼻翼这4个部位来了解一个人的命运情况。一、山根。山根位于鼻梁顶端，山根高的人事业心强，也有很强的赚钱欲望，恨不得一夜暴富，但往往欲速则不达。假如踏实的发展事业，一步一个脚印的走，可获得好的事业，也会赚取很多钱财。与山根高的人正好相反，山根低的人在赚钱上比较实际，只要够用就行，并不会有太多的奢望，往往此类人更能生活的幸福。二、鼻梁。鼻梁在面相中又叫极恶宫，主导一个人的吉凶祸福。要看这个人一生命运如何，就要看这个人的极恶宫了。好的鼻梁要高度适宜，挺直不弯，且直通山根，这样的人往往事业和财运都很好，只要通过努力便能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，同时也会赚取很多的财富，属于事业财运双丰收的类型。鼻梁过高或是过低的人命运都不是很好。鼻梁过高的人往往心中充满理想，有些不切实际，喜欢赚快钱，向往一夜暴富，但往往沦为空想，难以成为有钱之人。鼻梁过低的人则往往胸无大志，自信心不足，只求温饱，事业上难有大的发展。如果鼻梁上面出现恶痣或疤痕，说明这个人不仅运势不好，而且一生多劳累，并且身体状况也不是太好。鼻梁凹凸不平的人，生活中容易遇到阻力，财运起伏不定，时好时坏。虽然赚的钱也不少，但开销也多，很难存得住钱。三、鼻准。鼻头在面相中被称为准头，也被称作财帛宫。好的鼻准要丰满圆润，无痕无痣，气色黄明。主人一生财运亨通，做事实际而踏实，有较强的赚钱能力，能通过自己的智慧赚取很多的财富。假如鼻准处出现恶痣或者是凹陷，则预示其人财运较差，一生损耗，会被人骗钱、骗投资，越积蓄越损耗。四、鼻翼。鼻翼在面相中又称左右金甲或者兰台廷位。一个人的鼻翼要是饱满丰厚，这样的鼻翼才算是最佳的鼻翼。鼻翼厚的人善于积蓄，藏小金库；鼻翼薄的人不善理财；鼻翼有痣的人一定会破财，尤其是行运至49岁、50岁时会严重损财。假如鼻孔过大而鼻翼过薄的话，其人财运差，存不住钱，常常有出无进，或是入不敷出。二、什么样的鼻子天生好命？一、山根高。鼻梁生得挺直有肉，山根比一般人都高隆，气势纵贯上额，这种鼻称为灌顶鼻，又名伏羲鼻。有这种鼻子的人对钱财的欲望比较强烈，对理财认真执着，事业上努力拼搏，不但能大富，还会大贵。二、鼻翼丰满有肉。鼻翼丰满有肉的人财运比较好，很会赚钱，他们既有欲也有财，虽然理财能力比较差，但是财源滚滚，不愁缺钱，衣食无忧。三、准头圆润有肉。鼻子的准头可以观察一个人的进财多寡，如果准头比较厚，圆润有肉，那大多数是有财运的。很多有钱人的鼻子都有这个特点，鼻头有肉感，很富贵的感觉。四、鼻梁厚实挺直。鼻梁生得既正又高，厚实挺直，称为节筒鼻，属上等好鼻子。有此鼻相者，可谓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正财偏财运皆是上佳。女人若长此鼻，桃花也非常旺盛。五、希腊鼻。希腊鼻是比较完美的鼻型，
希腊鼻的特点是鼻梁比较高，鼻头微微上翘，这样鼻型的人做事认真，不畏困难，坚持到底的精神，并且性格开朗，能把心里的事情与朋友分享，没有私见，且能够忍辱负重。这样鼻型的人因为努力乐观而能够发财。6. 鹰鼻。鹰鼻的外形生得非常特殊，鼻梁高，鼻准又大又勾，就像老鹰一样。这样的人很有先见之明，对生意的触角特别敏锐，很懂得赚钱，而且手段高明。不管遇到什么突发事件，环境变迁，都可以屹立不倒，有旺盛的生命力来适应环境。只是其人性格强势，支配欲十分强烈，喜欢控制一切事物，因而他的行为也会倾向于自私自利的一面。7. 悬胆鼻。悬胆鼻的特征是鼻头生得很丰隆圆大，山根略窄，活像一个悬吊着的猪胆一样，因此也有人叫这种鼻子为猪胆鼻。这是一种富贵之相，其人多数先贫后富，先苦后甜，踏入中年运便会发迹，开始积聚财富。8. 剑锋鼻。鼻梁扁长，鼻头尖锐，生有此鼻相者对财富渴望过甚，生活奔波劳碌，很会赚钱。女人若长此鼻，容易花钱无度，无法累积财富。男人长有此鼻，很容易获偏财，赌博。3. 什么样的鼻子命苦？ 1. 准头尖小。鼻子准头生得比较小或尖，此类人的财运相对比较弱，待人处事在财务上面也不够宽厚，有相对比较精明的现象。如果鼻子又是漏孔的话，那大多是财运比较低迷，或者是过路财神，难有大财。2. 孤峰独耸。鼻子的大小要与脸型大小五官互相配合，如颧低面小额平颊湿而鼻非常丰隆的话，古书中称之为孤峰独耸。这种人不论男女，非但不能聚财，且有破败之欲，尤其以男性上唇无胡者更是灵验。3. 鼻子过于短小。鼻子与脸型相比之下过于短小者，表示此人在事业方面难有前途，财难入库，劳多获少。如要自行创业，则如扶不起之阿斗，必然破败百出，赔钱又惹祸。4. 鼻小孔大。如鼻子小而鼻孔大，或者鼻翼很明显的一大一小，表示这人的情感理智和理财观念有问题，容易意气用事，一生破败少成，难聚钱财。5. 鼻孔朝天。鼻孔外露且鼻梁短，称为朝天鼻。此类鼻相的人一般财运都不佳，聚财能力较差，财运大起大落，且容易因健康问题而破财。6. 鼻梁弯曲。鼻梁弯曲不正，或者是鼻翼不对称，一边大一边小，这类人财运不佳，事业会有大的波动，为了追求钱财苦苦坚持，一生为钱财奔波。7. 箭头鼻。鼻尖下垂，鼻子显大，脸也显得长。此种鼻者财运上有一定的破损情况，容易在赚钱的过程中因吃不了苦或者没有耐性，情绪急躁下工作无法做到有始有终，从而损了自己的财运。8. 鼻头鼻翼有恶痣或雀斑，这都是破财之象，事业有影响，鲜有横财运，特别是易犯桃劫。财运与感情上都不太如意，鼻子是财帛宫，财是养命之物，故而鼻子的好坏和运势休戚相关。然而也并非这么绝对，鼻子仅代表富，却未必代表贵。通俗意义来讲，富就是有钱，贵就是地位。古代人常说小富看鼻，大贵看眼。眼部在过去是科明星，主社会地位，而鼻子是主积蓄能力。经常会听到有人说某人鼻子大好有钱，这个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。鼻大仅代表固执自我，假如再配合上颧饱满，鼻梁坚挺，而且颜色黄润，才能断为有钱。
假如鼻子大，然而山根低，两拳无肉，那就是孤峰独耸，不但不富，反而贫寒。假如鼻子大，脸大而有肉，眼睛小而有神，下巴翘，则是大富的面相。假如鼻子大，眼睛大而无神，那么即使有钱，也会被人骗走。所以面部任何一个部位结合起来，断语都不会一样。希望读者能明白相不独论的道理，认真记牢每个部位的特征，学会综合判定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是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